小郑总，我来吧。谢谢。我正好在附近办事，所以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忙是我帮得上的。小郑总，你先休息一下吧。来，喝瓶饮料。谢谢。平时这些家务该不会都是你一个人处理的吧？对啊，换水龙头、清下水道、擦厨房、洗厕所，这些年把重心都放到了家务上，所以工作才没什么进步啊。等一下，那你完了。你今天遇到的是一个整理家务小能手。你都生病了，去休息吧。这些我帮你处理。不好吧？你是我上司哎。都下班了，你就别跟我分上下属了，你就把我当成是你的弟弟。这去休息吧。不好吧？18点40分，站在马路对面，灰色的玳瑁大衣长到膝盖下面。你走到了我面前，低着头眯着眼，太阳躲在后面，笑着不言。的街后微笑的眼，微微的转过头看你的脸，不自觉。微暖的守候，微亮的月，微弱的等候，微笑的脸，微微的牵起手看我的脸，不自觉。站在马路对面，灰色的玳瑁大衣长到膝盖下面。你走到了我面前，低着头眯着眼，太阳躲在后面，笑着不言。你醒了。对了，你这洁厕剂什么牌子啊？怎么越刷泡泡越多啊？你这个家务小能手还真的是挺能干的。你是嘲笑我是吧？那个是洗澡的泡泡，是越洗越多的那种。厕所洗洁剂是那一瓶。算了，年轻人出来吧。这些呢，就交给姐姐吧。不，说是我来就是我来，你快去休息吧。哎，去吧，没事的，我来。对啊，你明天庭审的事，你会不会紧张？虽然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还是有一点放不下。但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拿不到属于我的那笔钱的话，以后的日子才不知道应该怎么过。你放心吧，我呢相信法律是公正的，该是你的，就一定会是你的。那是因为你太不了解我的前夫池旭了。我是不了解情况，不过我只知道呢，你离开那个混蛋
过得肯定比以前好。现在如果有酒的话呢，我都想举杯给你庆祝。你知道女人的筑巢本能吗？人的筑巢本能呢，基本跟动物差不多。女人呢，就是把家安顿好，打扫卫生，整理衣橱，备足好几个月要用的洗衣液，还有纸巾，备足冰箱里所有的食物。家对于女人来讲，就像是避风港。我们呢，会尽最大的努力把它维护到最舒服的状态。但是明天一离婚，避风港就没有了。虽然那个人辜负了我，但是2个人过跟1个人过，真的不一样。但我不懂，他都辜负了你，他在不在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没结过婚，所以不知道有一个以你为中心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感觉。结过婚以后呢，我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到了家庭上，所以我失去了我的事业还有朋友。现在这个重心也要没有了，我就变得很迷茫。我不知道以后回家还能期待什么，现在就是漂泊无依的感觉。明天的事情谁都不会知道，说不定你明天会遇到更好的人，组织了更美好的家庭，到时候不就一样可以继续你的筑巢本能了吗？来，尽你的筑巢本能，跟我们更美好的明天。那谢谢我的弟弟小郑总 Cheers！ 干杯。刚才原告已经进行了相关陈述，被告，你有什么想辩驳的意见吗？有。我方并不认同原告所说的双方感情破裂。我的当事人和原告原本婚姻关系美满，直到4个月前急转直下，原因是原告已出轨，第三者准备生产。我方认为原告和第三者的关系严重侵害了家庭利益，影响了他的感情，因此，我认为提出这样的财产分割比例合情合理。这里有一些证据，是原告带着第三者前往奢侈品店的消费照片和刷卡记录。原告，你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有什么意见吗？有。我想请问一下被告，你是否认为在我的当事人出轨之前，你们2人的婚姻状况是幸福美满的？是。可是根据我收集的资料显示，并非如此。我调查了2人的邻居，还有共同的同事，他们都说2人貌合神离，更像是被利益捆绑的夫妻。我还调查了2人的旅游记录，显示这几年根本就没有，连出差记录都是0。还有他们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都显示2人甚少交流。我的当事人和原告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交流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成，没有旅行记录，没有聊天记录，完全无法说明问题。交流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完成，这一点我很赞同。可是有没有必要连生活的琐事都没在一起交流呢？2个人的干洗衣物要送到洗衣店里面去，居然是1前1后分开的。虽然是很琐碎的小事，但是这已经足以表明2人根本就是0交流。原告和被告的婚姻，在所谓的小三介入之前，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被告，你有反对的意见吗？有。原告律师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状态，每对夫妻都有其交流相处的模式，且不被众人所知。如果是这样，
我是不是也可以假设我的当事人对生活细碎小节不感兴趣？难道这就是一方婚姻可以出轨的理由吗？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据处处都在指责我的当事人婚内出轨，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跟异性正常的社交礼仪也叫做出轨的话，那么白艺玲小姐昨天和你的上司一起搬家时候的亲密动作是否也要被判定为出轨呢？照片上的人呢，是沃夫集团的经理郑李先生，而白艺玲小姐在前不久成为了郑李先生的助理。我是否可以这样问，你和他已经有了婚外情呢？综上所述，婚姻的过错方根本就不在我的当事人，即便他偶尔的忽略了被告人的情感需求，这也并不能成为你指责他的理由。被告，你还有什么异议吗？我请求合议庭让我提供新的证据。陆律师，你也是男人，应该理解这种事儿。男人同样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啊，没必要说的这么明白吧？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事的话，我们得先走了。陆律师，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跟白艺玲的事儿没这么简单，她有先天缺陷。就算没有这种状况，我们也不可能走到最后。您放心，属于她的钱我一分不少会给她，但剩下的我得为我的孩子去考虑吧。这算什么证据啊？我说这话也是有原因的。你愣着干什么呀？反驳呀！法庭上，请保持安静。原告，对这份偷袭的证据，你想要当场自证吗？我的当事人承认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据里面的内容是属实的，但是对于他想表明的目的，我们不认同。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你没有意见吗？是的，请陈述理由。其实我的当事人外表坚强，内心脆弱。这么久以来，他一直受到极大的煎熬，已经开始出现了被害妄想症的症状。这些年来，我的当事人，他的内心一直都非常渴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由于被告的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没能实现。于是乎，争吵、谩骂、恶语相向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这也就是我当事人口中所谓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至于以后的孩子，更加是他极力摆脱这段婚姻之后心里所残存的一丝妄想。所以这根本就不代表他婚内出轨了。请原告律师尊重事实，不要玩文字游戏。基于以上事实，我的当事人之所以会说出那些话，完完全全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男人，面对他另一半的缺憾时候的心痛还有无奈，所以他才会说出走不下去了这些话，对不对？我解释完了。可以了，就这样啊。原被告双方还有相关意见或其他的证据提供吗？姓唐的，我警告你，你刚才已经足够构成对我的不尊重，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啊？这又是你们律师的职业操守吗？我们律师有律师的职业操守，不像有的人做人家老公连老公的责任都负不到。我们律师的诉求是很一致的，不像有的人又蠢又贪心，什么都想要双份儿，连打官司都想要上双保险。所以呢，翻船了吧？
还有就是，我想告诉你，老婆可只有一个的好。我还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投诉定你。好啊，你随意。其实你离婚了，我挺高兴的，替你的前妻高兴。虽然咱们闹得很不愉快，但是律师的操守我还是有的。下次离婚还来找我，给你打8折。走着瞧。喂，你说他是真的释怀了吗？谢谢小郑总关心，离婚这件事拖了那么久，总算告一段落。我跟你说吧，每次打完离婚官司呢，客户就会传类似的简讯过来。你不要看他们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是绷紧了很久的弦瞬间断掉，很可怕的。有一些人就开始疯狂的酗酒，有一些人抱头痛哭，哭到快发疯，甚至还要剪光头。不是吧？没那么恐怖吧？他看起来也不太像这种人啊。确定？你很了解他吗？哎，哦，还好，头发还在。我跟你说，他现在状况肯定不好，待会儿他抓狂，你得帮我 hold 住他，知道吗？来了，来。我们也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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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2位为我的事情操心。今天这顿饭我请，你们俩放开吃啊！服务员，你好，啊，50个串，谢谢。请稍等。吃这么多啊？可能因为很久都没有吃路边摊的原因，我怎么觉得就这么好吃呢？我觉得待会儿自己可能会吃很多，可能都停不下来吧。哇，你的头发不像是假的呀？你在说什么？他在开玩笑，开玩笑的。那你们怎么还不吃啊？看着我干嘛呀？吃。吃。虽然呢我们认识很久了，但是一起吃饭还是第一次。你看你们俩怎么这么腼腆，还不如人家隔壁桌大妈呢。你看人家多放得开。干杯！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我就说他不会有事吧。以前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能好好吃饭的人，心情肯定不会太差。我跟子越刚才还担心你呢，担心你走不出来。不过现在看起来，多余的。对啊，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离婚不就是为了结束今天的痛苦，迎接崭新的明天吗？说得好，我敬你。来，干杯！哎，等一下，姐姐给你们俩来一首流行的啊。